我这个28排已经还有几针就做好了，我把它来给它勾完。明白？来数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然后我们把这个线拉长，拿出手机试一下。然后我的这个是小的一个小手机 XS， 这样的话大小的话放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拿一个大一点的这个手机来试一下。如果你们做的话，就是刚好它大概会有2厘米左右的这个长度是正好的。如果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你这个手机特别大，比如说特别大的话，假如是在这个位置，你觉得它肯定要2.5厘米左右是要多的，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再加一排我们的这个主色的线，是够的，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再加一排的话，够29排也可以。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到这个位置，以我的这个手机为例的话是到这个位置。你们的话，如果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再给它做多织一排也可以。然后上边的话，因为这块是要开口的嘛，留口是留那个大嘴巴的，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勾高28排，如果你们的手机特别大的话啊，是特别大的话，你就在这个位置上不加不减再勾一排。我们来锁一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来看哪边的好看。你看这边的话，这3个小的花纹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很好看了。然后这边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点点的偏，这边也可以，就是你们自己看。你是想要这边是前面的话，就这边朝前面，这边留口。如果你觉得这边好看的话，你就可以让它当前面。然后我的话，我是要这边留，让它这边是前面。因为咱们这个后期的话，其实这个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后期的话，还有一个这种小包，它正好可以跨到这个位置。就是如果你是追求一个完美的话，想它就是在正中间的话，这样的话它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的话，十字的针它是有点打斜的，它没有办法在正中间的位置。你就看哪面好看，让它做哪面。我呢，看这2面都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就继续勾。勾的话呢，我们你们也可以数针数啊，然后也可以就是根据自己手机的宽度来给它多留几针，或者是少留几针都可以。这边的话，这个位置的话是没有具体的，就是说针数的。像我们正常的话都是勾20个、19个短针，然后空17针，然后这边再勾一个。这个咱们就自己根据你手机的长度，可能我视频教你们留17针，可能你的手机太小了放不下去，你就可以适当的空18针，这个样子灵活一点。这块我们可以，我们先勾一针，然后我是要这边做前面的。如果你觉得我这边的前面就是你做的时候，你这边的前面不好看，你就直接勾一圈短针，勾到这个位置，然后这边空针，然后这边最后再来一针就可以了。我们勾一针，再勾一针，勾2个，然后我们把这个织片放平一点，大概就是正好这个口的位置正好是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手机是在这个位置放下去的，是在它的嘴巴的地方放下去的。就是你留口的时候给它留的其实大一点的话比小一点要好看，勾出这个嘴巴。我们是这样子放的嘛，这样子放手机的，这样子拿的，所以留的大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不要留小，还是建议你们。勾了2针之后看一下，然后我们勾锁针，你可以数一下下面相应的是多少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你可以空17针，这18针刚好是在拐角的这个位置，可以在这儿勾。你也可以勾，这针不想勾，你直接空过来也可以。锁针就是这样，锁1针、2针、3针，就是我们一开始用到的辫子针。4、5、
6、7、8、9、10、11、12、13、14、15、16、17针。然后就是你上面编了多少个辫子针，下面的话你要相应的空多少针就可以了。我们再来数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针。我在第18针的地方直接挑着一整个的针目，直接还是钩短针，后面再钩1针、2针，就这样一一对应的去钩就可以了。18、19，一共19针，加上前面2针是21针，21针，然后加上我们空的这17针，它还是38针，与第一针直接做引拔，然后立一个辫子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包口的地方就已经留好了，就是这样的操作的。我们接下来再钩几圈。立完之后，第一根和第二针还是正常的去钩。第一针，第二针，到这个位置了。到这个位置，我们只挑辫子针，靠近我们上面的这半根儿，钩这半根辫子针就可以了。一一对应的直接去钩短针。就是一定要记得，你是空了多少针就钩多少针就可以了。3针，继续。4、5、6、7、8、9、10、11、12、13、14、15、16、17、17针之后，然后正好是到这个位置，我们就继续把后面的这些一一对应的钩完。这一圈下来还是38针。你们可以数一下啊，可以数一下，它还是38针。我们这样从这一排开始算，
不加不减的，然后也是钩38针，一共是需要钩5排。我们钩了1排，还要钩4排，大概是这个高度，就还是不加不减的38针。我们把它来完成。下线。还是与地针引8，我们钩了1、2、3，我们再钩2排，再钩2排，然后就直接该做我们这个收的
往向上收针了，我们先把这还有2排，我们既把它勾完。我的这1、2、3、4、5排已经做好了，可以把手机在这个大的这个孔孔这里放一下，然后这个样子。看这样子的话，它和这个上面的这个部分比我们手机这个最上面这个位置的话高一小块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手机是这个样子打开的。所以拿手机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高度是可以的。如果你的手机大的话，它在这个位置也是没有问题的，就刚刚平齐也没问题。因为它这个的话，我们放下手机之后，它会稍微往下沉一点，所以就是刚刚好，或者高出一小点点的这个高度都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再加高了。这块就，我们下面的话需要减针了，我们来学一下减针。38针，现在是我们是要隔6针减1针，我们先做6个短针，1、2、3、4、5、6，看一下。1、2、3、4、5、6，勾了6针之后，我们要减1针。减针我们来学一下，减针就是直接调我们辫子针的，靠近我们自己的这半个辫子针，调1个，继续调第2个，这样子调，第2个也是调半个，看到没有？是这样子的。再来一次，整个辫子针靠近我们自己的这半个。连着调2针，下一针的话也是调这半个，这样子，我们带线过来，一次性带过这2个线圈。这个时候还有2个线圈，直接做短针，这是一个减针。我们要隔6个减1个，我们减好了1个，我们再做6个短针，1、2、3、4、5、6，再来减1针，仍然是调半侧，调下一针的半侧，就是减针，就是2针并成了1针，给它合并成1针，直接绕线。这个时候向后绕、向前绕都可以，因为这个减针的话，它看不出来花型的，就是怎么顺手。怎么去带线就可以，你也可以这样子带，直接带过来，勾1针，继续隔6针，1、2、3、4、5、6，还是减1针，调半侧。紧挨着的这2个半侧带线过来，绕线，继续隔6针减1针，1、2、3、4、5、6，减1针，减1针。最后还剩几针？1、2、3、4，最后还剩6针，5、6，还剩6针，我们就不用管它，继续第1针直接引8。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稍微的有一点点向上收了，是吧？有一点点向上收。我们下一排是隔3针减1针。还是立一个起立针，3针减1针。哦，这一圈啊，这一圈隔6针减1针之后，减完是34针，你们可以数一下是34针。然后我们勾一个短针，在2个、3个，3针之后减1针。这一圈的规律是3针减1针，减1针。3针之后减1针，3针之后减1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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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1针
1、2、3，3针之后又减1针，继续1、2、3，3针，然后减1针，继续再做3针，1、2、3，减1针，继续1针、2针、3针，减1针，1、2、3，减1针，然后最后还剩下4针，应该是1、2，最后剩下4针，3，这针不够减，我们不用给它减，直接钩就可以了，带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圈是多少针，你可以数一下，它又向上稍微收了一点点。我们来数一下多少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针。这圈是28针。然后立一个起立针，继续减，然后是隔2针减1针，隔1针减1针。我们来隔2针减1针，然后是2个短针，1个减针，一个短针，2个短针，减1针，继续2个短针，1个减针，一个减针，两个短针，一个减针，两个短针，一个减针，两个短针，一个减针，最后1针是减针，与第1针直接做引拔。你们可以数数这一圈多少针。我先立一个锁针啊，立一个锁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针。这一圈减下来之后是21针，然后我们隔1针减1针，就是一个短针，一个减针，一个短针，一个减针，这样的去减。先钩一个短针，紧接着就是减针。一个短针，一个减针，一个短针，一个减针，一个短针，一个减针，
一个短针，一个减针，这块没有剪好，再剪一下，一个减针，再重新剪一下，然后一个短针，一个减针，一个短针，最后一针是一个减针，第一针直接做引拔。这圈应该是14针，我们来数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针，正好是14针。我们再来一组，就是一个短针，一个减针，给它减到9针，还是一个短针，一个减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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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短针。数一下是多少针？1、2、3、4、5、6、7、8、9。这块不对了呢，我怎么少了一针呢？我再来重新剪一下，因为最后一圈的话，它针挨得比较紧，很容易剪错。一个短针，减针，对，最后是一个短针，最后这是一个短针，引拔，一个起立，然后我们要钩2排，就是不加不减的，这不加不减的9针。就是这块最后这块的话，就是假如你们，比如说是10针，你就让它是10针，因为它最后一圈，你就往上勾2圈，然后就是它的小冒尖的部分，因为最后一排就确实容易剪错，因为它挨得太近了，就很容易剪错。引拔，然后立一个起立针，再给它钩一一对应的钩。
纠正之后，我们拿出我们就是嘴巴的这个颜色，嘴巴相对应的颜色，因为我的帽尖的最后一圈和嘴巴的颜色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是黄色，就拿黄色；是红色，就拿红色。然后我们给它引拔过来，再立一个起立针，然后留一点长度啊，留5厘米左右，给它拉紧。这个小帽子上面的话，我们会甩出这样一根线，拿出相对应的颜色。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还没有做嘴巴，做上嘴巴之后就更好看了。这个只是小帽子的部分，拿出黄色的线，我们在刚刚这个位置，第一针这个位置，直接把黄色的线给它换上，然后再勾一圈不加不减的黄色的线就可以了，不需要留太长线头，掐短一点。这个黄色的线同样还是要藏起来的。勾的时候就把黄色的线放到钩针上面，就直接给它藏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绞断就可以了，藏一针之后。这个线头甩进去，甩到这个小圈圈中间，我们与第一针直接引拔。引拔之后要留一点线啊，留10厘米左右的这样一个线，这个也不需要留太长，我们要把这个小帽尖的地方再给它收颗，我们就不用钩针了，我们就直接拿出我们的这个缝合针就可以了。拿出缝合针，因为要用钩针的话，它确实是不太好收了，已经。就是我们收的时候调里边这半根线，辫子针里边的这个线就这样给它缝到一起就可以了，就是任意的随意一点，给它收好口就可以了。就这样就给它收好了，只要能给它收紧就可以。这个没有具体的就是说要调哪针，就是像刚才我们织包身的时候就必须得多少针，这个直接收到你觉得合适的这么一个长度就可以了。再给它缝2针。好，缝2针之后就任意穿到这个织片里的，穿到底下，穿进来，然后我们给它断线就可以了，把它翻过来，直接给它断线就可以。不然的话，你还可以怕它不太结实的话，还可以这样锁一针，这样锁一针，没锁住，再给它锁一针。哦，它掉下来了，给它再锁一针。这样锁一针，剪断，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长度的话，你们自己随着自己的喜欢的长度给它绞就可以了。这个长度就这样给它绞就可以了，不需要留太长。个人观点啊，不需要留太长。然后我们拿出这个黄色的线继续。然后我们直接这样子，从左侧我们下面这第一针的这个位置直接穿过去，带线过来，
嘴巴是黄色的，然后你们的嘴巴如果是红色的，就拿红色的线，然后也是立一个起立针，这样给它锁一下，同样的位置钩短针。2、3、4、5、6、7，藏进针之后，这个线仍然是给它断开就行了。这个线头拿走。8、9、10、11、12、13、14、15、16、17，这17针也就是我们刚才上面空的那17针的这个辫子针的地方。我们这个嘴的话是需要给它再加针的，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给它把这个嘴给它加一下，在这儿钩一针18，然后我们就可以跳到上面来。你也可以在这儿加一针，都可以。我是这样子加的，就是这块的话，大家也可以灵活一点。如果你觉得加一针这块拐过来之后不太好看，你就可以再给它加一针这个位置。然后这边的话说一下，这边的话挑的话就是挑我们刚才那17针辫子针下面的这几针，辫子针的另半侧。然后这块的话是有一针的，我们给它挑上去，它这个位置。如果你觉得这块挑不太好看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位置不太好挑的话，你就直接给它挑到这儿也可以。还是建议大家在这儿挑一针，挑针之后我们就直接转到这一针这个位置直接挑。就是这个嘴巴这块的话，咱们多一针少一针的话，都没有关系。就是你可能这块一针就觉得已经拐过来了，有的人可能一针没有拐过来，就给它再加一针就可以。这一块嘴巴的话，没有具体的，就是说它具体多少针，这个就是根据咱们你钩的那个针数来决定。因为有的时候加一针它就很好看了，有的时候加一针它这个嘴巴这个弯没有拐过来，咱们就加2针。大家可以灵活一点，怎么好看怎么来。在划水车，在这里划水车，我是你，跟我的划水车，就这一圈下来，你们可能是会是38针、37针、36针都是有可能的。然后这边到这个位置了，这个位置的话，我会在这儿加一针，在这儿加一针。其实这个香肠嘴的这个包包的话，我觉着这个嘴巴反而是越大越好看。然后与第一针还是第一针的这个位置，直接做引拔，立一个起立针。这个就是第一圈的这样一个样子。如果你们就是针数的话，还是那句话，这块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就是37、38、39都有可能。这块因为这个位置加针的是不太一样，我是合着是加了2针，我应该是38针。然后这一排的话，我们还是前面的这17针还是一一相对应的去钩完。
然后钩完之后，到了拐角这个地方，就是正好拐角的这个地方，这个位置，你可以是这针，可以是这针，我们要给它做一个夹针，还是这个位置钩2针。因为它这个嘴巴，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的话是没有给它缝好的，它是这样，它是向外扩的，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把嘴巴翻过去。它是一点一点向外扩的，所以我们在嘴角的这个地方是要给它夹针的，夹针的话它才会往外扩。夹好针之后，我们继续往前钩，就每一圈的2个嘴角的地方都是要夹针的。拉一下我的线，稍等一下。又到了另一侧嘴角的这个地方了，你可以在这儿夹针，也可以在这儿夹针，就是夹针的地方的话，也是看你这个嘴角的这一针是这针还是这一针，我的是这一针，我们就直接夹一针，一个位置钩2个短针，1、2，然后我这还有一针，给它钩好。与第一针直接做引拔，这个是第一针，你们一定要记得每一圈的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一定要做上记号扣。这个是第一针，引拔起立，第一针的地方做上记号扣。过来之后立一个起立针，然后继续钩。1、2、3，这边的话，我们这一圈还是要夹针。这个可以很清楚看，这里面一个针里面有2针，剩下的都是1针的，有2个针。这2针的话，我们要给它来2组2针的夹针，就是要2针变成4针，1、2，夹好之后下一针还是2个短针，1、2，2针夹好之后，我们再给它继续钩。2、3、4、5、6、7、8、9、10。是因为我手出汗了，所以你们能听到这个咯吱咯吱的声音。手出汗了，然后带线就不太好带，因为汗的话弄到毛线上，毛线就有点发涩了。然后这个位置也是看一下，我们刚才第2圈加的那2针的这个位置，剩下都是1针的，1针的嘛，这是2针的，在这2针上我们要把2针变成4针，1、
2、3、4，然后还有一针给它勾好。那这个线的话，有这种线结的话，也是正常现象，因为它是在缠线的时候没有缠好，你用手给它捏一下，或者是你给它这块剪断也可以，给它稍微的修剪一下也可以。缠的太多就给它修剪一下，这样再用手抓一下。然后也是与第一针直接做引拔。然后看一下这个嘴的话，它会稍稍的向外这样扩了一下。我们这一圈呢就不需要加针了，就直接勾不加不减的就可以了，不加不减的一一对应的短针。哎呀，不好意思，再拉下我的线。我去开一下空调，这个声音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这个声音。好了，我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就是这个线咯吱咯吱的这个声音，哎，特别的敏感，就是一咯吱我就浑身都起鸡皮疙瘩。手有汗。这样不加不减的勾完之后，还是与第一针直接做引拔。引拔之后，然后我们还是勾一一对应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是要在我们刚才加的这个4针这上面，4针给它变成2针，就是做两个减针。这边也是相应的位置，然后我们给它做减针。先一一对应的去勾。
过了这个位置，多勾了一针，就是嘴角的这个位置。1、2、3、4这4针，你就找到这个嘴角刚好对着的这1、2、3、4这对着的这4针，然后给它做减针就可以了。4针变成2针，挨着减2针，1针，2针，然后还是这样去勾，一一对应的，勾到我们另一侧嘴角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再来给它减针。然后这也是嘴角对着的，这1、2、3、4，最后的话会多一针，这个是短针，这4针给它减一下，这是挑半侧，直接给它减针，这个也是挑半侧，减针，最后还有一个短针给它勾好，直接引拔，立一个起立针在。这个线的话可以留长一点啊，可以留长一点，因为一会儿的话这个嘴我们是需要给它缝一下的，所以就缝做好了，然后我们给它向外翻过来，这个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嘴巴如果你不想缝的话也没有问题啊，这个可以，就是你缝的话它会更牢固一点，不缝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你给它直接窝过去就可以了，是这样的。然后要缝的话就拿出我们的这个线，我们不需要就是真的缝，就轻轻的给它就是相当于来说固定一下就可以了。穿过去，再好穿，穿过来，轻轻的给它固定几下就可以了。那这种要是固定的话，就固定到这个黄线的这个位置，这种位置，给它固定一下就可以，找到对应的这个位置，给它穿线过去，这样轻轻的给它撩几下就行，相当于。然后这个直接穿到这个位置，再穿到前面的上面的这半侧，这样轻轻的给它撩几针就可以了，就是让它固定一下。或者是你也可以嫌麻烦，你就直接这种直上直下这样给它穿也可以，这种这样穿也可以。然后下边的话，你给它在下面这一层，比如说到这儿了，你直接针再这样给它穿进来，轻轻的给它撩几针就可以，不需要就是说撩的太多。因为你不缝的话，它也好看这样子。你不缝的话，它这样的会更感觉这个嘴巴更厚实一点。缝了之后就是有点扁，但是它特别的牢固，都可以。你们根据自己的喜好缝也可以，不缝也可以。然后缝完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不缝也可以，然后我下面的话就把这个线剪断，就不再教大家怎么去缝这个，在这个上面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来勾这个先小眼睛，做小眼睛。眼睛的话是白色的底儿，我们拿出白色的，我们这块的话是需要用到环形起针的，我们来学一下环形起针的方法。绕线，小指。这样，右手拿线，左手绕过小指与无名指，然后绕到中指，这样绕食指绕一圈。这块的话会有一个交叉的这一个点，我们的这个左手的拇指要摁住这个交叉的点，这样子摁着它，钩针穿进去，这样子带线过来。我们带好之后，然后绕线，向我们怀里绕了啊。立一个起立针，穿过去，钩针带线过来，
钩针上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带过2个线圈。这个的话，你们第一针上面要做上记号扣的，如果不知道哪个是第一针，做记号扣。一针结束，我们需要做6针，还是钩针穿过线圈，带线过来，2个线圈带线，同时带过2个线圈。这是第2针，每一个 V 就是1针。第2针同样的方法。第3针，第4针，第5针，第6针。6针结束之后，把手拿下来，用左手拉这个短的这个线头，把它收紧。然后第1针的地方直接调整个的辫子，整个的辫子针，然后引拔，立一个起立针。我们需要钩2圈，第1圈就是6个短针，第2圈是隔1针加1针，隔1针加1针，6针变9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像我们正常像我们怀里钩短针就可以了。1针，第2针是加针，1针。还是这个位置，再钩1针，2针，下一针是1个短针，再下一针是2个短针，一个短针，2个短针，再下一针还是1个短针，最后一针是2个短针。1个短针，2个短针，然后与第1针直接引拔，这个就是它的小眼白的这个地方，立一个起立针，然后我们留一点点线，断线，拉紧。这样的话，它会是这种凸出来的，它感觉它这个眼睛是凸起的，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的话，我们需要一共做2个啊，一共做2个。然后这个线的话，为了方便它能就是让它更鼓一点嘛，我们这2个线头，给它在后面打一个结，不需要太用力，轻轻的打一个结就可以。给它打好结之后，我们给它断线，断线就可以了。这样它的眼睛就是鼓鼓的，不需要系太紧啊。这个整理一下形状，一共要做2个。然后还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做一个，这个的话我就加快一点速度了。然后你们按照我刚才第1步教你们的那么来做就可以了。最后你们可以数一下是不是9针。断线。还是给它在后面轻轻的打一个结。然后这2个小眼睛就已经做好了，做了2个小眼睛。我们把勾好的这2个小眼睛放到一边，我们来勾它的这个小包包。它这个小包包是真的可以放东西的，一个小包包。拿出包包，就是包的相应对应的颜色。这边的话，我们也是要会用到辫子针、起针，只不过这个勾的话，勾的是一个长针，和我们短针不太一样。我们来学一下。我们先要立10个锁针，1、
1、2、3、4、5、6、7、8、9、10。可以数一下啊，1、2、3、4、5、6、7、8。勾10个之后，我们往回勾，我们要倒数第2针勾，这个是第1针，这个是第2针，这2针是不勾的，在这个位置，或者是你从下往上数，1、2、3、4、5、6、7、8，第8针的这个位置勾，因为我们要用到长针嘛，长针是先绕线，钩针绕线。我们穿的话也是穿辫子针的这半侧，就和我们刚才做包的起头的地方是一样的，然后带线过来。这个时候钩针上有3个线圈，我们钩针绕线，先带过前面2个，绕线，带过后面2个。这个是长针的一个钩法，我们同样也是可以在第1针上面做上记号扣的。1针，然后我们钩第2针绕线，还是同样的位置。2针，下1针，3针，4针，5针，第6针，好，第7针。第7针结束，我们在第1针这个位置，辫子针起的第1针的这个位置，还是需要钩3个长针的，钩3个长针，绕线，带过前面2个，再带过后面2个，1针，还是同样的位置，2针。3针，好，然后转过来，还是这个位置了。就是你们要的话，一定要做记号扣，我没有做。我们现在的话是在第1针上面的这个位置，也就是第2个辫子针，这个位置勾另一侧的这个辫子，还是绕线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勾的时候，线要放到钩针上面，然后勾长针，1针。2针，3针，4针，5针，6针。然后这还有最后1针，这个位置的话要勾2个长针。就是头尾嘛，头尾都是3针这样子，它会对称。1针，还是这个位置再来1针，2个，我们与第1针直接做引拔。这一圈下来应该是18针，你们可以自己数一下。仍然是第1针和最后1针都要做记号扣啊，如果你们找不清的话，这个藏的这个线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剪断。就是这个样子的。长针的话，我们要立2个起立针，1个、2个，然后绕线，就是一一对应的去勾不加不减的18针，一共勾3排，我们勾好1排，再勾第2排，带过前面2个线圈，再带过后面2个线圈，这是1针，就是这样一一对应的去勾。
然后与第一针直接做引拔。没有引拔好，再来一次啊，再引拔一下。第一针直接做引拔，我们勾好2排，再立2个起立针。我们也要勾3排，还差1排，我们把它来完成。1、2、3、4、5、6、7、8、9、10、11、12、13。哦，我的这个线断掉了。14，我这个线断了，我再接一下。然后你们那个不会啊，你们那个不会。我接一下线。15、16、17、18。然后我们与第一针引拔，我把我接的这块这个线剪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立一个，还是立2个起立针，然后我们要做包盖。包盖的话，我们挑靠近我们外面的这半针，因为它这个的话，要不然它不好往过折。我们勾9个，我们勾9个长针线，调半侧，只调靠外的这半侧。1、2、3、4、5、再给你带一下。1、2、3、4、5、6。7、8、9，然后立2个起立针，翻转过来，然后不加不减的勾9个。这个的话，我们就直接挑着一整个的就可以了，一整个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这个线就有点打散，稍微的有点打散，就有的时候勾的话就容易少勾一股，或者是没有勾过来直接就。2、3、4、5、6、7、8、
9，然后立2个辫子针。这个包包后面这个线就这样，它是这样扣过来的。我们这一排呢，需要这2针，第一针不勾，这边的第一针也不勾，直接勾到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绕线，直接跳过这针，在这儿1针、第2针都不勾，直接勾到第3针上面勾一个长针，然后再勾一个长针，勾一个锁针，我们要留出一个锁针，下面这针也不勾，绕线，空1针，勾2个长针，针2针，2个长针之后2个锁针，直接与第一针这个位置直接引拔就可以了。第一针的这个位置，这里直接引拔，然后把这个线稍微剪一点，然后我们把它藏好。这个就是小包包，我们要把这个线藏起来。我们拿出这个缝衣针，就是顺着这个织片向下这样给它缝2针就可以，因为我们已经锁好针了，它是不会开的。好，锁2针之后，给它藏好之后给它剪断。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拿出缝衣针，然后这个线的话它是5股的嘛，然后我们就会抻出1股，直接拉出1股，大概10多公分就够了，不需要太长。你要想留的话，留长一点也可以，但是用不了那么多，就这么长，20厘米吧，20厘米足够了。然后我们给它穿到我们这个针里面，穿过来。我是双溃着穿的啊，是这样，2个头这样溃着，这样给针穿过来的。拿出我们的这个小扣子，这个小的小珠子，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大概就是这个位置，我们针先这样穿一下过来，这样子，穿过这个珠子，这个时候针穿到这个圈里边，拉一下，这样拉一下之后，我们再在珠子上穿回来，然后用手固定一下这个珠子，因为它这个珠子是圆的嘛，用手给它调一下这个位置，然后就这样直接穿到里面，再穿出来，这样穿，再穿，从后面穿到上面来，穿一下，再穿到后面去，这样穿过来，穿到里面。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它打结断线了。穿到里面，给它这样锁1针，拉紧，断线。好，小包包就做好了。然后我们来勾包带，包带的颜色是相应的颜色就可以。然后长度的话，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包的这个长度来做就可以了。给它找到位置，就是上面这个空隙隙的这个位置，拉过来，然后拉短一点。我们直接这样立辫子针就可以了。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就是你可以随做，然后随比一下，对比一下。如果你觉得30针够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30针不够，然后你可以再给它加个1针2针的都行。这个的话灵活一点啊，灵活一点。之后，然后我们在这边
对应的这个位置，把钩针穿过去，这样带线过来，直接引拔就可以了。直接引拔，引拔之后这边的话也是要留一点线的啊，留一点线。我们给它拉过来，这样的小包包，我们来藏一下这个线。这个线我们直接钩针带过来，把包翻过来。它是5股线，然后我们找到任意的位置，就是能下针的位置，然后直接挑过3根或者是2根，直接给它分成2份，这样分好之后，给它打一个4结。好，然后我们就给它断线。哦，然后这边也是，这边的话，因为一开始是起的辫子针，然后我们就给这根线直接带过来，拉紧一下，也是同样的方法。5根线随便给它任意的分成2份。它打上结，剪断，然后再把包包翻过来，这样这个小包就做好了。然后我们来学习它的小手手的做法，就是小胳膊的做法。做完胳膊之后，然后我们再来整体的给它组装。我们胳膊的话，然后也是主体颜色的线，也是会用到环形起针，就像我们的这个小眼睛的部分是一样的。拿好线，绕一下，抓住这个交叉的点，钩针穿过去，带线过来，立一个起立针，这个地方要抓牢，不要松手。这样子，然后钩针穿过这个线圈，带线过来，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带过2个线圈。这是第一针，第一针上面你们要做上记号扣。同样的方法重复6次。第2针绕线再带线，第3针，第4针，第5针。第6针，然后我们拉紧线圈，与第一针直接做引拔，引拔立一个起立针，然后我们这个手的话就是不加不减的，直接都是6针，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手的部分的话，手臂的部分。我们也是做的这个10字短针，和我们包身的针法是一样的。1、2、3、4、5、6。然后与第一针直接做引拔，立一个起立针，这个向外翻一下，这面是外面啊，这面是外面。然后还是以后的话就都是这样。我引拔完了没有立起立针，我立个起立针，哦，立了。然后接下来每一排都是这样的操作，一共是23排，你们可以边做边数，2个手臂的做法都是相同的，都是一样的。
低针直接做引拔。就是它这个手臂的话，稍微因为它太细了嘛，做的时候有点不太好做，这个大家有点耐心。这个线头的话，勾2圈之后给它剪断就可以，不然的话它有点挡我们的视。就是每一圈都是6针，这块的话不要太着急。然后与第一针直接做引拔，一定要知道你的第一针和最后一针是哪个位置，你不要越勾越细，每一圈都是6针。我已经做了1、2、3、4，做了4排，然后一共是23排，剩下的那几排大家自己把它完成。2个手啊，不要忘记我们要做2个手，做好2个手。做好2个手之后，我们最后的话，要给它断线，然后要留线头，我们要用来缝合用。然后就假如现在的话，我这一块假如是最后1圈了，已经是第2、3圈了，我就引拔完之后立一个锁针在，然后把线拉长一点，留大概20厘米或者是15厘米，肯定足够用了，就留这么长一个长度就够用了。然后一会儿我们留着缝合用2个手臂，然后我们自己大家把它先完成一下，我也去做我的这2个手臂。一会儿的话来教大家怎么缝合，还有粘这个小眼睛。我的这个手已经做好了，缝了一个，剩下这个的话我来教大家怎么缝。拿出我们的这个缝合针，穿线过去，给它掐扁，就是让它这样子掐着，找到合适的位置。这个的话要离嘴下面最好是1行到2行的这样一个距离，不要紧贴着嘴，去做。就是我这个是空了2行，1行2行这样，在这边的话也是空，找到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侧边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缝的时候是这个刚好是侧面，从外向里这样穿过来之后，再穿过这儿，再穿到我们的这个手臂上，这样穿，这样穿。我们是这样缝，来回的缝。下一个针目里面直接全部给它穿过来，这样缝，再穿过来。这样缝的话比结实，而且还好看。再缝一下。是这样的，缝好之后，然后把它翻过来。挑任意的一根线，哪根线都可以穿过去，针再穿到这个线圈里面来，给它锁一下针，这样，然后直接断线就可以。如果你觉得不结实，怕它会脱线，再给它锁1针，锁2针没有问题，肯定没有问题的。然后给它断线，再翻过来，这个手就做好了，小手。然后我们来做粘眼睛，眼睛的话会有这个胶棒，然后打火机的话是自备的，我们要用最小的火焰来就是燃烧胶棒，不然的话弄出来的胶，如果你火苗大的话，这个胶棒会烤黑，抹到这地方就变黑了。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距离大概是摆在哪块好看，自己掌握好这个距离，然后拿出这个打火机，用外焰调小一点火苗，用外焰点燃它。我这边的话有点开着空调，这个风老跑，就用外焰去燃烧它。燎的时候要轻轻的，千万不要用内焰，内焰的话它会自己就直接就被燃成黑色的，然后弄到我们的这个眼睛这个白线部分的话就变黑了。好，燃烧之后，胶是抹在我们的这个位置的，
靠近里边啊，不要抹到外面来。这样给它粘上，它就是凸起来的，眼睛就是凸起来的，所以的话，你固定型的时候也给它固定好，它就是凸起来的。再染这块，这块有风。好，粘到这个里面来。然后粘上，然后它会有点拉丝儿，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你有这种拉丝儿的这种丝儿的话，你等它干了之后，一拿就拿下来了。现在不要拿。好，然后你再粘眼睛，眼睛是一个大一个小，粘哪个都可以啊，就是你左眼大右眼小也可以啊，左眼大右眼小，或者是哪个眼大哪个眼小都可以。一共是有2个眼珠的。我们再来点一次。眼珠不需要沾太多的胶，还有这个小的。好，眼睛就粘好了。然后我们给它挎上小挎包，挎上小挎包，包绑。这样的话，我们还差最后一个肩带的部分。我们肩带的话也是用到的是辫子针，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这种钩针，拿过来，打一个活结，打一个活结之后，然后我们一般的话都是直接立190个左右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锁这样的辫子针。就是你根据你的身高来，如果190针你觉得长的话，你就给它适应的减几针。我们随边，然后给它就是围到我们的身上，这样的比一下长短。我就少做几针给大家做个演示。就假如说这么长的话已经够了，正常的话建议你们钩190针到200个，就是这个辫子针之间。正常身高的话是可以的。这个的话，因为它会稍微有点弹力，我们放上手机之后，它会稍微的拉长一点，所以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就刚刚好就可以，甚至比刚刚好要稍微再短那么2到3厘米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稍微有点弹力嘛。就假如说现在我这个长度是够了。然后这边的话，找好，让它都是一个方向，给它这样窝回来，给它溃回来，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子做的，看到没有？就是这个辫子针让它理顺，给它不要拧着，不要这样拧着，给它这样直接一锁，这样的话你这个就没有办法编了。这样再多做几针。这个是溃回来的，我们直接在辫子针靠上的这半个上面，就头尾相连，我们这是头尾相连的，辫子针靠外的这个靠上的这半个辫子针上面，然后直接把钩针拿过来，这块不太好带线啊，带线过来，引拔好之后立一个起立针，然后还是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直接钩短针，短针就是你钩十字短针也可以，钩普通的短针也可以啊。普通短针就是像我们怀底带线，然后十字短针就是这样外带翻着带线，然后这样带线2个，然后这样3个、4个，然后就是一直钩，5个。给你们做一个演示。看它是这样的，但是我这有点短啊，所以你感觉特别的小，咱们正常钩会钩很长一个的。这个包的长度要根据身高，正常是190到200针。然后钩好最后一针之后，我们仍然是第一针直接做引拔，
立一个起立针，然后线的话要留10到20厘米左右，就留着一个线头。留长之后，因为这个的话我们要留着缝合，就是这样的一个线圈。这边的话我已经做好了一个了，你们按照我的方法教你们的方法，然后直接把它完成就可以。现在的话我来教大家怎么缝合。这个多余的这个线头就可以剪断了，这个多余的这个线头就是我们刚才立辫子针的这个线头，你也不剪断的话，你也可以给它直接用缝合针给它藏到这个纸片里面也可以。然后这个是我留的那个线头，这要看一下正反面啊，注意一下正反面。这面纹路特别好看的这面是正面，反过来的这面是反面。我们这个包的话是缝到就是嘴巴后边的这个位置，是这样子缝上去的。然后缝的时候我们要反着缝，反面冲着我们自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背起来之后正面才会朝外，反面朝到自己。如果你正面朝自己缝的话，你背上之后反面是靠外的。所以我们缝的时候这块的话注意一下，反面冲着我们自己缝的时候，找到就是大概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留的这个线头，穿上我们的缝合针。这个留的这个线头就放在中间就可以，如果你想放在左面往这边这么缝也可以啊，我是建议放在中间，因为我们这样回过来之后缝这边，然后再缝这个的话，正好就是接头的这个位置正好被我们藏起来了。这个是线头的这个位置，我们直接穿，是这样的缝也可以，这样横着缝也可以啊，就是怎么牢固怎么缝，直接穿过去，穿到里面来啊，穿到里面，这给它穿透，这样，在里面还是里面这个这样的挑，这样穿，直接穿上，穿过来，穿下去，然后再穿上来，就是这样的去穿。这个缝的也没有具体要求，就是外边好看，然后里面这样缝的话也看不出来这个走线的这个地方，就很完美，我觉得。然后你也可以这样缝，就这样缝，你就这样横着缝，都可以，横着缝也可以，就是这样给它横着缝。横着缝就是这样的，横着缝的话里面也看不到这个我们缝线的这个线，横着缝，然后再给它这样挑着，这样给它缝过来也可以。这个根据你们自己的这个怎么缝，顺手怎么缝就可以了。这样缝，这边缝过去。就是缝到这样的位置就可以了，不要缝到这样特别的死性，我觉得缝的太多也不太好看。然后再让横着给它缝过去，或者刚才按那种斜的缝都可以。里边就是这样的，里边也看不到我们走线的这个线。缝的时候一定要手在这躺着，你不要把这扳成这个嘴巴，这样也给它缝上去。缝好之后，然后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藏线，把针这样穿过来，在底下这儿任意的挑一根线，这样打一个结，
紧挨着下边，我们就是挑过线的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再给它穿下去，再给它打一个结，多打2个结。这块的话可以多打2个，因为这块的话我们是需要放手机的嘛，这个肩带的话它是承重的，缝的不结实的话不太好，容易掉。这样穿过来，再给它打个结，打一个结，这样就差不多了，已经可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线直接藏一下，剪断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反面朝自己，当我们背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的，正面就是朝着外面的，这样的话特别的好看。这个包包现在的话就做完了，如果就是讲解的过程中大家哪块理解不好的话，继续去联系客服，然后也希望你们多给我们提提宝贵的意见。拜拜。